这一次的方向，先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学的。我们先从最简单的 point，它这边呢会有可以建造一个 p 的 attribute 跟一个 point 的 primitive 的 attribute，然后它的方式都是用 DAT 去测试它的东西。我觉得这跟以往用 CHOP 去测的感觉不太一样。那它这边的做法是很简单，单一个点或多个点，那多个点就只是在这边新增新的点，这样它就会持续一直加，跟之前你使用 SOP 的道理应该会一样。这你加声音有没有？再来就是，如果你没有 P attribute 的话，它就不会有。你没有加这个的话，你没有 create P attribute 的话，它就不会有这里的数值。但它也可以单纯加颜色就好。所以 P 的 attribute 就是 position， 看你要不要加，但通常应该都会加吧。就是 point， 然后这边有一个，当它不用 P attribute 的时候可以干嘛？这个有一招我们再来，然后再是 line 它有很多其他功能，那我们先看最简单的。它的 line 跟一般你的常用的 line 看起来也差不多，因为它这边有设定一个最基础的，它的最基础的长它翻译的这样，然后你可以去新增一些点，简单位移。这个东西应该是你有一些很固定的形状、很简易固定的大框架的时候，可以使用 point 或 line 这种东西去做延伸。接下来是它是用了一个中间差值的方法，它是用这个 cardinal 的算法去抓中间值。去把线段给分割，不是线段分割，去做出这个曲线。那它的做法就是，你先选择这个你要的计算方式，然后你原本就有1、2、3、4个点，可以按照我们把它拉出来，先看原本的图形4个点，然后它有一个分割，它这边分割是20，那我们把这个分割先不要，这样，那圆形长这样。然后它就是按照这4个固定的点，然后跟这种它选定的这种计算方式去做中间的切割点，应该是切在哪？然后它切割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它右边应该有解释。像是分成20个的长相，你可以调一下。然后它也是可以跟你说，你切割点，然后把中间的点的颜色给补上去。也就是它在 setup 这边去新增的 attribute 是它预设里面是有一个 color 可以选的，然后它把每个点的颜色给设定不同颜色，然后它中间的渐变值也会因这个颜色去做渐变。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对吧？它会从某个特定颜色到你当下那个点的颜色，所以它是一个将你的 attribute 也是去做渐变的一个动作。那渐变出来，你再去做操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你想要的效果。再来第3个，它要讲的是，它也是用的 color， 然后 point 也是填下去，只是它有一个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它是多个线段这个选项，它把它打勾，然后里面就会有个 line break， 它可以把它开启，它就会断掉这一个点跟下一个点它的序列的关系。这样，还不知道怎么用，可能有点太灵活了，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记得哦，这边有这个功能可以做使用。接下来，它是再说一些这4个曲线相对于用它这些 point 同样的 point 它控制的方法，那它最少它是用到了7个点，然后它是至少要有4个控制点，也就是线段改回原本的，然后不要做分割，先看原本的长相，0、1、2、3、4、5、6。我们把它稍微动一下，像是第一个点，它是这个初始点，去稍微移动的话就很直观，就是直接纯粹移动那个点。那第2个点，在这一种算法下面，这个 cardinal 的这个算法，它就比较偏直观，你移动的点跟实际上的点，它比较没有那种被子曲线的控制点的感觉，它就是很直观的点到哪，它就曲线到哪。再来，另一个它是使用 B spline， 应该是这样念吧的方法，好像也是比较偏直观一点。这里有连到短，它也是用单点关系去做运算，去算出这个被子曲线，类似被子曲线的曲线。这样，然后你可以看出这个可能比较，它的关系可能比较跟点的关系比较紧密一点，然后这个就比较平滑一点，用法可能不太一样。再来就是一般的被子曲线，那被子曲线的话，它会有控制点，也就是说我假设删掉一个，它会突然有很大的变动，就是像是它多加一个点，它是沿着它的延伸区继续加点，但是我加第1个点，那个点是控制点，它还没有变化，我再加第2个，它会有2个控制点，第3个它才会显示，所以就是它其中有2个是控制点，所以我们实际的点就是看一下它会不会显示。我们把这个给删掉，不行，多一点好了。它中间已经画满线了，我们移动第1个点看看，就是这个点是固定的，然后跟这个红色的这个点也是固定的，再来是这个点也是固定的，然后剩下2个就是它中间在空间中的那个控制点，这个设计师可能会比较熟一点。我们把控制点向 Z 轴推一下，现在这边往反方向推，
就可以看出来它中间其实是有控制点，然后实际就是相隔2个0、3、6，像接下来就是7、8是控制点，然后9是固定点，这样它的规则就长这样。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quadratic 的被支曲线，那概念应该也差不多吧，像这样。那可以看到它有固定的点是黄色这个，然后紫色这个，这个可能比较常见，就感觉是单点的透视点，单点的被支曲线，就是你的。一般你拉被支曲线中间就是有一个控制点的那种类型，像我要把1跟3、0跟2中间这个的曲率给它拉出来的话，我拉个 z， 这样它可以拉出一条曲线。那颜色它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影响了？还是有，还是可以影响一点，还是可以影响它颜色，它还是有吃到这个参数，它控制点还是有影响到它的参数的。这样，然后可以看到它结尾它会是直接是一个转折的，所以它有点是一堆的被支曲线把它连接在一起了，就是每一个点都是断点，它的这个规则就是这样。然后它的数量应该会要是奇数，这样。再来是分割的方式，它有分成3种给你看。第一种是我切每个线段切8段，也就是我原本是7个点，我们看一下，熟悉的 info 去看一下，它会有49个点，所以就是来自于你这里面有7个点，然后你7个点里面就会有6个线段，每一段把它切8等份，所以8、6、48，再加上头尾最后一个就是49，所以它会切成49等份。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很固定的在每个线段里面做一些连接还是什么的，它就是等分点，你要用等分点的话，但这边你点跟点的距离，你就是去考虑你动画要怎么制作。第二个是它是根据，这是根据什么？我忘了看一下。直接根据整条线，我整条线的线段我要中间要切割成几等份，它就不会去管你的中间那个点了，它不会去顾虑你中间有哪些点，它就照着你的曲线跟你点的位置的这条曲线的位置中间去截断。所以就是你的数量，它好处就是在你的数量如果低于你的那个点的数量，它还是可以运作，这点蛮方便的，方便你在做进出的时候的一些动画，它可以少于你给的这些点，蛮好的。这样，这是一个也很好直接控制点的数量的方法。最后一个就是应该是最好用的，之前你自己写可能要写半天的一种方法是，它是直接直接跟点的位置的距离，按照距离去算出点的数量，然后去做分割。这边有个小危险，就是假设你不能调太小，这边调到非常小心，很容易宕机。你距离越短嘛，所以距离越短就代表说它要切的数量越多，所以到后来会一个指数型的上升，很容易让你的电脑给宕掉。这样，那瞬间弹到600多、700、900、1000多，这样，所以这边滑动的时候特别小心。我是好像宕掉过一次。这是第2个 secondary 次等的 resample， 它会干嘛来着？它会很好的切割，让线段是100个点，所以你这个点它切割完114，然后我想要 resample， 切割完再一次嘛，所以我 resample 我要20个点，那这跟原本的差在哪？多一点，对吧？它收回去，所以这个resample 还不确定它，还不知道它想要干嘛，那个有遇到再来。再来是它一个可以分段的一个把曲线分段的一个功能，在我们的 setup 里面有一个 segment， 把它打开的话，你的 point 们里面就可以去个别选你要的方法，要是选什么，像是它这个点，那从我们刚刚看的0、1、2这样子，它就是从 linear 再转这个曲线的功能，最后2个再调成是用线段的方式，所以这边我们改其他曲线，它就会去计算它应该长什么样子。这2个如果不调一样，是不是会长得怪怪的？对，如果你不调一样的话，它的分割的方式是一半一半，所以呢会长得怪怪的，它衔接都长得怪怪的。所以这边的话，如果选这个衔接起来，跟下一个也会长得怪怪的。所以这个看用在哪，你要衔接到什么样的长相的时候会用到。你应该是一个大体的长相，然后去做延伸，所以应该还好。有需要的话再去把它截断。再来，它第2个是跟你讲说有 keyframe to a independent variable， 它这边先拉了一条曲线出来，然后去做删减。这个删减它是利用它的 pattern， 这个 pattern 有机会我们再特别说，它这边是用一个 invert 去删除，先不要看这个 invert， 我们先打开来看，看得到那个点在移动吗？有一个点在移动，我把它放大一下。事情是先去用删除这个功能，然后去删除中间一个点，让它一直跑。这个250怎么来的？它硬写的，它这是范例，所以它没有串参数，它直接写250。实际是不是就是这边它切割完出来去查它的参数大概250，就是它的长度大概250 ，info 一下。251，然后它去找一个前后点，它不能少一个前后点，所以取250， 0到250就是251，这样去跑所有点，这样，然后再透过 invert 这个 pattern， 然后透过 invert 它就是取相反，所以就是除了这个点以外的都删掉，这样子的方法去把这个圆去 copy 到这个点的位置上面，它就会形成一个你可以很好开发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应该会是将这2个东西开启，像它这样 merge 起来之后，去边调它的位置，然后去边看它根据这个轨道上面的动作是不是你要的，像是我这边就可以临时去调一些参数，这样它就可以马上去更新它的位置。然后这个好处也是
因为它是利用线段的，也就是它实际的影格就是251，所以它找一下它要怎么慢下来。哦，这里 RAM 不是用这个，是 RAM， 我们给它 ABS RAM， 我们给它改一下整数，然后去除2好了。所以它用 frame 的原因就是让你的运算的帧数不会卡顿，就每一帧刚好它就是往前跳一格，会让你看不出来它的卡顿。我们再把它放大的话，你就会看到它，假设每5帧会跳，才会往前一格，很明显就可以看出那个帧率的问题。现在这里是60帧，我把它调成30帧，跟线上一样的话，可能比较明显。这样它就会，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正在抽格。这是 keyframe， 这个可能之后会再搭配 animation 再去测试吧。再来就是它有一个 tangent 的参数可以去做设定。哦，选择倍支曲线，还是它要 tangent 的。好，我们选择有 tangent 的这种倍支曲线，这样你就可以在 point 这边有这个 tangent out 的东西的向量，可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显示哦。加 n 好了，我们加 n 进去，然后把这个 tangent 给它布置到 n 上面，这样就可以观察一下。这边有 n 可以出现，所以我们看一下 vector 的 n， 这样。所以这边所有的向量，它的这个 tangent 它都是切线方向，但实际上它不应该长这样，是这个初始点0的位置，它的切线方向是往这边，然后结尾的这个点，它的切线方向也往这边，所以它构成这条线。所以我们新增一个点，我们这一版我不确定以前有没有，但是这一版它可以去做这个 move block， 它可以把这个点给它位到，就是可以切换这个 menu 里面的顺序啊。以前好像用，我记得我不确定哪一版好像没有吧，没那么好用。好，我们看一下，假设我们设定02好，它会到这个点，所以它就会把它的这一个 tangent 的线也是硬去媒合成这个样子。我这边是001，所以它会去 make 到001，然后从001的 z 轴面对 z 轴的这个方向，我还是放大一下好了。然后是从这个 x 轴方向的 tangent， 然后去渐变成这个 z 为1的这个方向，然后再回去原本这个方向，所以你就可以做出很多变化的曲线，因为你 tangent 是面向的方向啊，你的 normal 是你面的方向，所以你之后再把它置换东西啊，把它当 instant 啊之类的时候，这个数值就非常的影响。所以这边它就是给你一个解释，是 tangent 应该要怎么做。它会有一个参数是你要不要对称，或是你不要，这边目前都没什么差。哦，第一个点不行啊，第一个点它就只有一个点，所以没有对称，是吧？对，第一个点没办法，但第二个点你就可以选择你要进去的点跟出来的点，像它出来的点是第一个点在这里，然后它出来的点是-0.5，进去的点是-0.5，出来的点是0.5，所以如果你跟它不同轴的时候，我们把它改成不同轴，我们自己给它多一点，这样它就会想要从你要进去的时候，最后没合上的话，一定要是1.4，那它中间就会从0上面这个0，然后拐出来再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它可以分开做一个控制的切割点，去让它变成没有 z 轴的，这样它就会突然断掉。一个可以让 tangent 限制 tangent 的这个选项了，然后选择对称就是会完美。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再来也是刚刚讲的，就是它是去调这个倍支曲线，如果是非对称的话会长什么样子？可以看一下这个范例。应该是把这个角给折掉了，这样。下一个是 plane 平面，平面的话就跟你一般的 plane 好像没什么区别。这边没有 plane， 哦，是它终于有 plane 了，他们终于想通用 plane， 之前就是找半天找不到。那这边还有 grid 吗？这边有 grid， 两个该不会是同一个东西吧？看一下，不太一样。先看 plane， 它的 plane 就是平面，没什么东西。那这边是跟你讲说，这个 plane 它可以拿去用一个新的 TOP 里面有一个新的 render sample 采样，然后去选择 POP， 有 rotate， 看一下是不是 rotate 的问题。哦，对，所以它不是从外看，它是从自己看，然后自己去 rotate。但这边的计算它会是，先放进去，然后这个里面自己再对它做 transform。所以你可以想象成它开了一个 render， 然后把它放进去。我们实际操作一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把它开了一个 geometry， 然后再去做 render， 这样 render 它，然后再 camera 它，只是它省略了中间的一堆东西。然后这里的 rotate 这 transform 就是这个 geometry 的，所以你不会改变原来的东西，它在里面再做一次 transform 的动作。应该是这样，这用起来感觉用起来是这样。然后有一些简单相机的功能可以去做调整。这个 camera distance 应该你就把它想象成是这个东西，先把它拉到底20，就跟你这里拉到20，可以先理解成这样子，它就是去拉这个东西，快速拉一个这个给你。干嘛用的呢？可能是你重复迭代，它这个东西出来也是一张图，所以把图再送去重新再渲染，再去 POP 里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可以迭代出一些以前很难办到的事情吧。我猜他应该是想要做这件事情。rectangle 长方形，以前的长方形好像没有这些参数。它就是将你的斜边去做倒角，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有趣的倒角，就不用以前这个会怎么做啊？以前好像它 designer 好像
没有导角哦，Box 好像没有，我觉得 Box 好像难用，以前就没有这个方便的导角功能，要做一些渐变的时候，它蛮顺畅的。然后这版的POP 它基底的形状感觉都有一个整体的系统，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刚刚的 plan 好了，这个 plan 我们给它接进来，然后这个我以前很少用，有一个 compare 的按钮按下去，它会很一致性的去将它大小最大值最小值给它 make 到最紧的长相。这个图形它不会影响了，但其他图形会，其他图形它会影响它最大最小值的长相。我们可以调个宽度，还会跟着一起变。这个以前虽然就有，但不常用。到 POP 之后可能会很常用这个，利用图形之间的限制的功能去创作出你想要的长相。这样啊，POP 呢，它也会把你想要的数值，看你是要放进 point 啊还是 vertex 的这个顶点的参数里面，然后你的 texture 的位置这边还不到立体，所以它没有建立平面，它只有端点可以去选。对，就这样。也没什么。再来 rectangle fit render 好像没什么，它就是去合成一个跟 render 一样大的东西，看一下有没有绑参数，没绑好像没什么好说的。这边直接是6:9，就这样。再来看一下 circle， 多了这些，它可以把你的点的数值看你要放进哪，像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法向量好了。这样，还有一个可以把我们的法向量定到点上，然后点的法向量的来源，这个法向量的来源是 radial 的，是发散的，是你是这个圆，它就会按照你的应该是圆心去算出这个法向量，就是自动的，它会自动去算这个东西给你的点去做使用，你不用再拉一个什么 facing 还是 facet 什么的去。它有一个是 tangent 的，也就是把我切线的方向的向量给它放进去，所以这可以做事情也就更不一样了。点的位置这样，开口限制它是一个扇形这样，大致上应该都差不多。再来，它这边想解释的就是。我这些参数可以去设定它要出什么，像它这里出到 vertex 的顶点，它是顶点会出到顶点，这个材质的地方它可以会出到顶点，或者是我选择点，对，你就可以透过点去取得它的 UV 的位置，这样 ，OK， 也是一般的圆。再来我们刚刚看的 grid 它也跟一般用的 grid 差不多，所以这单元有点就是再跟你解释一下以前用哪些东西，在这边可能差不多。它可以做出一个3维的 grid， 有 column、row 跟 slice，这我倒是没看过。哦，所以它的 size 多了1维，这边1吗？这边能拉得出来吗？没感觉。可以把你的厚度，加上 slice， 多了一个 slice 可以去做。它应该在计算上也是去算平均值啊，就是用线性的，看是要用什么方式去算。这边应该就是直线线性的去算出它中间值应该要怎么切才对，少一点好了，4个这样。所以就是一般的 grid， 你一般的 grid 也可以做 slice 这样。以前就应该有了，或者是它这一版没有，它有点好像要放弃 SOP 的感觉。这样可以做3维的 slice， 可以做很多复用的方法。实际上你直接去 copy 应该也一样啦，就只是这个可能比较快一点。它这边有一个统计，然后统计完 dimension， 看一下 dimension 有没有变成3维的？有它会变成3维的，那这个就有用了。这个 connective 面，它对于它的原始图形这些 x 轴、y 轴、z 轴的点跟点之间的关系，它会用一个 connectivity 去做变化。先简单看一下，像是假设我连接线0就是 x 轴。Y 轴、Z 轴，它就可以做不同轴上的变化。即使你中间已经做了很多的节点的变化了，但你仍然可以用这一个节点去做连线了。所以它做3维的好处是这样。就这个 grid 之后应该会很常用，因为它测完好像是少数有3维的节点，有一个 dimension 是3维的。这样，再来，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Point only not primitive random with random parameter。这个手势啊，它哪里有 random 呢？这边有一个 C 的，有点 random， 原本的没有吗？好，所以它 POP 它的设定就有点是我专门就是来做这种有机感啊、互动啊这种东西了。它已经定调成我直接把 render 塞在里面，我不用再特别拉出去了，你就这个节点一次处理吧。所以我们简单做做看，我们把它拉成很多片 line， 蛮方便的，你可以少加一个 noise， 然后也知道这些的关系，或是参数互相绑定也在同一个节点里面，这样蛮快的。box 也跟以前的 box 也是差非常多。好处是它有倒角，坏处是它没办法切割成像刚刚 grid 一样切割成立体型。然后以前的是可以做 division 的切割成这样的，你可以去多几层来做动画，或者来做一些元素去做处理。但这版它就是有点是最基底的元素吧，它就是顶多让你做倒角，到底是圆形这样。然后它这边给你范例了，刚刚的范例，如果东西进来，你把它装进这个 box 里面，它就会去呈现它的最大值、最小值，它就可以同时可以拥有这个跟这个框，看你要做什么。特定的动画，像是有一些动画不是就是会把人的五官啊，还是物品给它包起来之类的。假设有相关的，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快速制作。我们稍微旋转一下，你会看到它那个形状也会马上跟着变。
再来就是他介绍一个节点是可以在里面撒粒子啊，这个就看看就好。这之后再来看，再来一个 sphere。sphere 呢，它也比较好懂，它的跟以前的比较，我们也是看一下。以前的 sphere 它没办法开，它没法开口，你会在那边把它剪裁剪半天。那它现在这一 POP 的，它就是直接给你，它把 detail 这边改成是，以前的 detail 是它的密度嘛，那个调它的那个渲染的，就这个密度要多少。那它这边的 detail 是去转这个开口方向，所以整体是一个圆。整体是一个圆，然后你可以选择它起始跟结束，甚至它可以超过，就是我可以转2圈，这样，然后整体的节点不变，对，整体还是55，这样，所以可以做一些有别于完整形状的一些效果啦。就以前如果你用这种图形去做的话，可能没那么方便。它现在给你一些好用的参数去旋转。再来就是它要解释一下它的 texture， 它会怎么安排。我们进到鱼眼，它有一个360的一张图片，它把它用个 projection 的投影方法把它投成鱼眼的长相。然后对我来说，这个东西你只要像个圆把它盖上去，应该就会跟你从测试看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出那个鱼眼的效果。所以它的方法呢，它这边做介绍呢，就是将这个方法 texture 的方法改成这种鱼眼的方式。我们揭开这样子分布。那如果你是一般初始的，它就会有很明显的这个断点了。但是你一般做3D 会进来的东西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就都贴好了，所以这个有点是你自己在做投影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一个系统，它可以做鱼眼的这个效果。这样，然后它投进来，环状跟刚刚一样，就是你是可以选择你的输出点，然后向量它的 normal 要面向哪，它把它设定的很完整，然后可以去猜它的开口。因为在其他软体应该是很常见了，但 TD 就还没，以前还没，应该没有吧？对，以前没有，你要特别去剪裁才行。然后也是一个范例，它可以去，你一个 box 进来，然后它就会去撑满最大的 torus 应该是长什么样子。